3D。欢迎收看魔宝龙新一期视频。24年元旦，深渊号角送来了工厂族，而25年深渊号角迎来了 1.72 新版本。新版本基本上所有英雄都获得了加强，所有的万浪费技能也加强了。目前放出来的这个更新更像是测试版，深渊号角内部测试只图一乐，真要测试还得是广大玩家。目前这个版本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炉石传说乱斗模式，玩起来应该非常的刺激，但是平衡性就不要再找了。如果你要是图一乐的话，玩 1.72 版本绝对非常快乐，但是这个版本要是拿来直播，那毫无疑问非常坐牢，各种三体人突然出现。首先兵种特的加成数值大幅度提高，之前我也是做过兵种特加成详解，公式非常麻烦，大家也听不懂，我就直接省流助手了。大概的意思就是现在的兵种特比原来的兵种特提升的数值多了2到3倍。这个加成有多么夸张呢？我举一个简单例子，一个20级的牛头怪特戴斯能给他的牛头王提升12点的攻防，也就是说即使戴斯攻防都是0，他的牛头王也有27点的攻防。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技能改动，现在的神秘术能给英雄按照比例恢复魔法值，同样原始的保底也是有的，还是之前的至少恢复5点、10点、15点。这样的话神秘术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都是一个好技能了。除了兵种特之外，法术特也获得了加强，并且深渊号角的工厂族好像面临着比较弱的问题，所以说设计师给工程师增加了1点杀伤力。工厂族的其他改动咱们放在后面说。大主教的祈祷之前是1、2级兵额外提升3点，3、4级兵额外提升2点，5、6级兵额外提升1点，现在是1到4级兵全部额外提升3点，5、6级兵提升2点，7级兵提升1点。这个改动代表着什么呢？代表着你城堡的浩南哥大主教高水祈祷一放，攻防加7，速度加7。大主教的加强远不止于此，学习能力现在增加的经验是 25%、50%、75%，并且你在学习能力的时候，立马就会给你的英雄提升1级。这种技能放在炉石传说里面就是压缩牌库的，之前 15% 你嫌少，现在高级学习能力提升 75%， 这个技能就和万浪费完全不搭边了。大主教加强了，索爷自然也不甘人后，现在魔力的数值由之前的 5%、10%、15%直接翻倍了。高级魔力可以提升魔法伤害 30%， 这个技能加强之后，加强最大的不是魔力特，反而是索爷这种。另外索爷、地马这种伤害性法术特提升的数值也增加了，提升的数值由之前的 3% 变成了 5%。原版的话，一个30级的索爷用连锁闪电炸一个3级兵，伤害会提升 30%， 如果是目前版本的话就是 50%， 如果再搭配上气灵球、雷电法王，绝对是更上一个台阶。像野仙太师这样的虚弱特、嗜血特、尸皮特也丝毫不丢份。现在他的虚弱无力对付1、2级兵的时候额外降低4点攻击，对3、4级兵生效的时候降低6点，对5、6级兵降低8点，对7级兵直接降10点。也就是说你一个高水的虚弱无力给古龙套上的话，它直接变成1点攻击了。按照这个公式，如果你是一个嗜血特的话，学到高级火系给一个友方7级兵套上的话，会提升16点攻击。这一下我看看谁还敢说这些英雄是个万浪费。除了前面说的学习能力、魔力等技能加强了之外，炮术也加强了。现在你学会急救术、炮术还有弹道术之后，相应的战争机械不会受到一次攻击就被报销。现在就算你有一个10000点伤害的连锁闪电炸在炮车上，也只会降低它 40% 的生命值。简单来讲，类似于炉石传说里面2层的圣盾，由于之前元素城的兵种特它都是固定加成，这个加成目前也提高了，现在火元素攻防加成比之前多了2点，精神元素特也由之前的提升3点攻防变成了提升5点攻防。而反观土元素原版它的加成就很高，所以说在这里也只提升了1点攻防。当然这些加成只图一乐，作为一个乱斗模式，不乱是不可能的。水元素特现在提升12点的攻击，之前提升2点，现在12点，也就是说一个1级的战术鱼带着一个水元素，它就有23点的攻击。我倒要看看现在谁在玩元素的时候还敢不出冰元素。作为一个老牌的万浪费无法拯救的垃圾，急救术也获得了很大的加强。除了必须攻击3次才能破坏急救帐篷之外，现在的急救术还能提升友方部队的生命值，升到高级急救术之后提升 15%， 如果是润恩这种急救特，一个20级的润恩可以提升 30% 的生命值。神圣血瓶只图一乐，真要急救还得看急救术。润恩这下也牛逼了，成为了一个可以被拯救的神人。
既然急救术都加强了，那么鹰眼术也没有落下。现在这个鹰眼术不需要敌方释放魔法，只要他在魔法书里面，你在对战结束之后就能偷学到。1级的鹰眼可以偷学1到3级魔法，高级鹰眼就是什么都能偷学。不过探险法术能不能学我还没有测试，咱也不知道。尽管现在的鹰眼特依然不能当主力，但是作为一个偷魔法的贼还是很好用的。偷过来给学术匠一交流，然后再交给你其他的英雄，至少鹰眼特这个改动我觉得很合理。接下来是战役英雄，他们基本全部获得了加强。末日马尔克斯之推勒，真要末日还得看埃德尼。现在他的特长是你的火系魔法伤害提升 50%。什么小贱人，什么露娜，真不熟啊。这个改动其实还可以，毕竟是个战役英雄，在战役里面当主角必须要足够的强，要不然玩家怎么爽到呢？鹰山小石虎科尔格，现在他的比蒙可以提升10点攻防，10点杀伤，这是一个1级水平的比蒙巨兽。大天使孔城最没有牌面的7级兵，要说最没有牌面的6级兵，那么肯定是古龙。现在罗德哈特的黑旗也能提升10点攻防，10点杀伤力，也就是说现在的黑旗让鬼龙一只手，鬼龙都打不过他。看看这个属性吧，1级的黑旗攻防都快赶上大天使了。新版本我在看更新日志的时候觉得这也忒不平衡了，但是如果你把它想成炉石传说的乱斗模式，抱着推乐的心态去玩一下的话，应该还不错。UP主昨天直播跨年，今天早上一早醒来发现深渊号角又更新了，于是马不停蹄地制作了本期视频。UP主要求也不高，就是希望看到这里的朋友可以一键3连，谢谢朋友们。目前还没有汉化，等出了汉化版本之后，我会发个动态分享一下。现在这个版本不仅没有中文，而且动不动闪退，不推荐大家玩。UP主也就是录个视频而已，真要玩还得等汉化之后。相较于科尔格还有黑奇特，龙后的加成就保守了许多，它只不过是给所有的龙提升10点攻防而已。不过这个加成也不少了，大恶魔这下牛逼了。在塞尔伦亲自带队的情况之下，他是完全有资格把大天使一脚踩在脚底下。现在塞尔伦的特长是给大恶魔提升10点攻防，还有1点速度。这样的加成算上去的话，大恶魔的攻防都能直逼水晶龙了，这才叫战役里面的大 boss。之前那个真的就是一个小卡拉咪。弩车特还有加能炮也获得了加强，加能炮特长提升的数值大概是之前的4倍，弩车特提升的数值大概是之前的6倍。格尼森表示，之前的版本你接大炮压着我，现在我伤害就比你高了。原版的弩车特升到20级，顶多给弩车提升3点攻防，现在6倍的话可想而知。再加上这个弩车能固定扛3次伤害，这个玩意儿安到船上比舰炮都厉害。接下来咱们列一下数据，直观的感受一下这些英雄的特长。毛暴龙录视频从来不说那些高深的话，说了大家不一定能够听懂，咱直接列数据。现在30级的索爷炸1级兵伤害提升 150%， 炸2级兵提升 75%， 3级兵提升 50%， 就算是炸6级兵也能提升 25%。 不过考虑到敌方的弩车急救帐篷需要3次攻击才能销毁，所以说索爷炸连锁闪电的时候没有之前那么爽。另外一个重大的更新就是驯鹿术加强了，现在除了可以降低损耗之外，还可以降低你每行动1格的行动力花费。也就是说，之前如果你在草地上行动，每行动1格消耗100点移动力，当你学会高级驯鹿术之后，就只会消耗85。现在的驯鹿术实际上已经比后勤学强了，最好的选择是先学驯鹿术，后学后勤学，这2个技能相辅相成，人均后勤特了，属于是。接下来咱们来直观的感受一下兵种特提升的数值有多恐怖。一个30级的老痞可以给手下的蝙蝠提升18点的攻防，我原以为5代的兵种特加成的数值就已经足够恐怖了，这是谁的部将，怎么比他还要猛呢？还有一个 UP 主非常不喜欢的改动，这个改动完全没有必要。现在的弹道数100%的可以命中了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有高级弹道数，你100%的一回合可以破门。如果你不瞄准门的话，你瞄准箭塔也可以100%的拆掉。毛暴龙表示，有这必要吗？老匹夫只推乐兵种特的真正大爹，版本最大受益人是维斯特，他的洗衣工简单粗暴，你看一下吧。上面这个是没升级的洗衣工，蜥蜴勇士在维斯特升到20级的时候可以提升12点攻击，还有16点防御。这下维斯特真的牛逼了，后期可能比泰泽还要猛。玩到30级，算上英雄的数值，你的洗衣工攻防都超过圣龙了。我猜一定有朋友想，为什么最大的受益人是大女婿而不是骷髅王呢？深渊号角制作组表示，1级兵特实在是过于超模，加强的数值只有之前的2倍。是的，你没有看错，骷髅王的数值加成不如大女婿高。骷髅王和莎莎这种还好，因为他们的兵本来属性就不低
20级的话，攻防加10还看得过去。小怪物特就不一样啦，人家的小怪物攻击力2，防御力3，真就是都看我干什么呀？怎么都加强了，我还是原地踏步呢？关于英雄特长还有技能改动，大体就这么多。还有一些比如奇拉的遗忘大法，还有一些别的，那些都不大重要，完全就是玩文字游戏，我就不再一一赘述了。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各个阵营的改动。工厂除了前面提到的工程师提升了一点杀伤力之外，貌似 PVP 里面大机甲的出场率非常低，所以说建设的金币降低了5000，并且大机甲的价格也降低了，小机甲2300，大机甲3500。看来之前 PVP 的时候，玩家还是首先出毛暴龙的比较多。现在就请大家全体起立，版本之子诞生了。可以说深渊号角 90% 以上的更新是针对 PVP 的。PVP 地下城有什么毛病呢？它的龙非常难出，所以尽管 PVE 里面地下城混得风生水起，但是在 PVP 里面地下城就比较一般。设计师表示一般，如果能速出赤龙还会一般吗？现在你在建设赤龙的时候不需要迷宫还有歇尸槽了，建设美杜莎再修个2级塔，直接就可以建赤龙。我就不想说什么了啊！正常情况之下，你2周勒紧裤腰带，你就能造出赤龙了，看上去皆大欢喜，是不是？歇尸表示你们笑得出来，我笑不出来呀！本来我就是个决战兵种，现在还不在建筑树上了，我岂不成了一个不存在的兵种了吗？说真的，牛头该出还得出，但是狮子真的是没有必要再造了。既然地下的龙好出了，壁垒的也不丢份儿。现在在你建设龙牙的时候，不需要魔拳还有独角兽临地了。绿龙彻底从一个不存在的兵种变成了一个可以速出的兵种。之前7级兵水垫底还有待商榷，现在只能是鬼龙了。尽管很多派系都获得了加强，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悲欢是不相通的。现在元素城的魔法学院在你学习各种魔法的时候还会花5个稀有资源，当然你可以说是削弱，但是考虑到战术鱼极大的加强，所以说元素城整体上没有什么变化。城堡加强了大主教，加强了阿德拉，要塞大女婿封神，据点格尼森称王，墓园没有明显的加强，但是人家本来就很强。港口城捷大炮还有众多兵种特加强巨大，塔楼更不用多说了，索爷直接成了雷电法王。所以说这个版本谁是最大的受害者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地狱表示你不妨把话说得明白一点，要说地狱加强最大的也只有一个卡尔，至于瑞斯卡之流本来可以大放光彩，但好巧不巧的开局的2个技能还在原地踏步，扶不起的阿斗属于是。关于新版本哪些英雄获得了很大的加强，我肯定会单独出视频的，这里先简单的提一下。你像地下城的转世重生特本来复活的数值就很高，3%变成5%，他们本来就很强，也只不过是多拿了几分而已。真要加强巨大的话，达克斯多是一个，戴斯加强的数值也不少。至于罗勒雷，他开局的2个技能都没有加强，所以说加强不大。现在兵种特的后期已经要超过一些钢板特了，现在哪怕是你玩一个矮子王，前期的开荒都很舒服。壁垒这边好像也没有什么版本红利吃很多的英雄，壁垒的国术幸运术也获得了小加强，大体意思就是算法变了，暴击的伤害比之前高，但是概率还是一样的，一变没变。幸运术是目前版本最烂的技能，实至名归。工厂加强最大的萨姆是一个，因为工程师本来属性提高了，另外就是伤害性法术特最大的受益者祈福，像索爷地马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法术增加的数值是 5%， 而霹雳闪电是 10%， 也就是说一个5级的祈福炸一个1级兵伤害就会提高 50%。 当我人均小贱人之后，小贱人的含金量就直线下降了。地狱咱们之前说了，卡尔现在提升数值多了不少，前期的开荒会非常给力，不过飞瑞也不丢份，他的弩车加成也非常的大。城堡就不用多说了，大主教阿德拉都很强，阿德拉现在提升的数值也是 10%， 综合来看还是要比嗜血术特厉害。塔楼这边索爷其实加强不算大，因为敌方的弩车投石车你连射闪电一下子炸不死，可以说是非常的憋屈。真要在塔楼找一个加强最大的英雄，那毫无疑问就是琼斯菲尔，石人和铁人增加的数值多了 300%， 魔力效果直接就翻倍了，神秘术也可以从头用到尾。选首发的话，估计索爷第1，他就第2。墓园这边如果你想玩黑棋的话，塔米克加强巨大。另外就是山特再次躺赢，现在他开局带着神秘术，从开始到结束他可能都不用回家。据点就不用多说了，他逼着我们玩狼王，之前狼王的开荒难度比较高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直接力大专飞，狼骑的加成非常大，在下不得不玩了。但与之相对的杰巴克斯的提高并没有很多，主要是半兽人的攻防实在是太低了，这位直接就原地起飞了，他直接就带了一个剑炮而不是弩车。
反观元素城，加强最大的就是拉克斯，没有之一。开局23攻的水元素，就问你害不害怕？这个改动我觉得是目前版本里面最烂的一个，哪有什么一级就提升12点攻防的道理？至于港口呢，咱们前面说过，接大炮还是很强。另外就是安娜贝尔彻底起飞了，人家皇家海盗加成本来就很高，你再跟人家变成4倍，直接没法玩了。反观全灵特、骷髅王还有莎莎这种1级兵特，加强并不是很大。所以说真要出排名的话，全灵的排名可能会不如库尔科斯，安娜贝尔估计直接就能排到1摞前面。这里大家投个票，我把原始版本的英雄排名做完之后，新版本我出不出英雄排名？如果得票很高的话，等到汉化版出来之后，我就开个新坑。最后呢，咱们借着丽娜，祝大家新的一年里面财源滚滚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生源号角下一次更新估计就得到26年的元旦啦。不过根据目前放出来的视频来看，26年应该会有一个新的种族，就是堡垒，初步估计也是一个雪地派系。那么咱们就以这个宣传视频作为本期视频的结尾。